彭博社发表中国断航导致全球旅游业损失1300亿美元为题的报道，又一次将国际旅游业恢复缓慢乃至全球经济疲软的大黑锅扣到了中国头上。在分析中国出境旅游的同时，彭博社还不忘暗戳戳地引导报道的受众联想到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外国人的追捧，许多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并未衰落，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敌视。那么彭博社的报道是否属实？中国人真的没钱出国了吗？2023年8月，法国尼斯报报道了一则小趣事，一位意大利富豪在当地用餐后遭到了服务员的辱骂，这名服务员一路追着他从餐厅骂到了停车场，原因仅仅是富豪给的小费没有达到服务员的心理预期。事实上，这位富豪已经在餐厅支付了500欧元的天价小费，折合人民币近4000元，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笔费用都能称得上豪横了。可在服务员看来，对方至少应该支付1000多欧元，因为当地默认的服务费是账单的 20%。提供服务并收取小费无可厚非，可这名能追着顾客骂到停车场的服务员显然不止这8000人民币。就在许多中国媒体把天价小费解释成西方传统，说服中国游客做顺从的羔羊时，欧洲人已经不愿意到本国和周边国家旅游了。法国小城圣托佩是享誉世界的高端度假地，天价小费等收费名目在这里见怪不怪。可圣托佩市市长也对这些西方传统深恶痛绝，这些行径抹黑了小城的形象，令人恶心。欧洲的另一个旅游大国意大利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在古罗马时代，每年8月15号是意大利人庆祝农闲、赞颂奥古斯都的节日，这一天被称为8月节。时至今日，8月节依旧是意大利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企业会在节日前后歇业1周左右，人们也会在这段时间外出游玩。意大利本就是世界前列的旅游业大国，但 CNN 给出的数据显示，2023年8月节期间，前往国内度假地度假的意大利人只有1400万，较往年减少了30%。不是意大利人不愿为本国旅游业添砖加瓦，实在是意大利的旅游消费连意大利人自己都承担不起。2023年夏季，意大利各个热门景点的旅游成本上涨了 130%，同等条件下，去南欧的阿尔巴尼亚、黑山等地游玩一趟，费用还不到意大利本土的一半。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意大利游客的新宠。价格虚高本就是欧洲旅游业的一大槽点，近年来愈发严重的宰客行为更加反映了当地从业人员能捞一笔是一笔，不惜透支行业声誉的心态，而透支本就是利有不逮的表现。使整个行业利有不逮的不仅仅是居高不下的价格，频繁发生的事故表明，无论是跟团旅游还是单独出游，欧美都不是人们此前印象中那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目的地。随着当下欧美各国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在当地遇到危险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理性出游成为基本常识之后，这些地方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当然，旅游这件事不仅取决于目的地的吸引力，还要看游客本身。自近代以来，西欧和北美一直是先进的代名词，清末民国的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向西方学习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也曾刮起过一股重洋风。欧美有数不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这一点无需讳言。但真正让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之所向的，还是这层先进繁荣的滤镜。1981年1月7号，中国飞往美国的民航航线正式开通。这条全长 1.58 万公里的航线连接了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4座城市。这一年恰好也是第一批高考生毕业的年份。中国公派留学生数量从此前的几百人、1000人一下子暴涨到了2925人。此后，自费留学和探亲旅游的限制逐步放宽，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出国热。到90年代后，出国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有较大难度，但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90年代，葛优、徐帆等人成了贺岁电影当中的常客。那些年他们主演的《大撒把》、《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等电影，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当年的出国热潮。为了去美国，《大撒把》中的顾炎妻子可以抛弃家庭，为了留在美国。不见不散中的李青不惜放下身段给人做保姆。那时的中国人为了一个出国的机会可以放下一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即使无法加入移民大军，能出国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也足够跟亲朋好友炫耀好几年。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得以了解欧美的方方面面，经过一番热切的探索，人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也不是完美的世界。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次首次突破1亿，并且此后多年仍在高速增长。但促使国人出国的因素变得多种多样，学习、工作、旅游、探亲访友等目的取代了之前对外国的盲目向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中国游客成了全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来源。
中国人在外国一掷千金的新闻屡见不鲜。中国准备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可西方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冷战时代，一边收下中国游客送来的财富，一边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自2000年美国学者罗斯基质疑中国 GDP 算起，新时代下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了20多年。可中国非但没有衰落，反而一步步实现了对西方的赶超。除了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一无所获。2023年，中国 GDP 总量126万亿元人民币，增速为 5.2%， 出境人数 4.24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66.5%。尤其是下半年的数据已经恢复到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这些数据不仅足够驳斥中国崩溃论，也证明这次彭博社的言论有失偏颇。中国断航导致全世界旅游业损失1300亿美元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跟，遭受损失的只是一直对中国不友好的西方世界。那这4亿多人次的出境人数都去了哪里呢？2023年年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使祝善忠向媒体分享了一组数据。2023年前3季度，全世界国际旅游人数共计 9.75 亿，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 87%。中东成为旅游目的地中的黑马，游客数量比2019年还要多出 20%， 是唯一一个超过2019年的地区。东南亚的游客数量也恢复到了2019年的 62%。考虑到这一地区重新开放的时间比较晚，这样的数据也足以令当地从业者重拾信心。而这两个地方除了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公民可以凭借普通护照在许多地区内国家申请免签或落地签。2024年伊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先后颁布了新的入境政策，对中国公民的优待力度进一步加大。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免签，泰国则从2023年9月延长免签时限后，又确认从2024年3月起与中国实现永久互免。相比之下，欧洲则只有塞尔维亚、白俄罗斯、波黑、圣马力诺4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免签，且附带一定的额外条件，另有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对中国公民免签。仅有的这几个对中国免签的国家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独立于1991年，波黑于1991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中建国，圣马力诺1992年加入联合国，塞尔维亚在2006年才宣布继承前身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他们都是90年代至21世纪初建国的新兴国家，并且至今没有被传统欧洲中心接纳。且不论物价水平等其他因素，单是在免签政策这一项上，东南亚、中东和老欧洲对待中国游客的态度就有天壤之别。而当下中国游客对不同国家的回应也各不相同。早在2023年1月，泰国就开始霸占国内出行软件中的出境订单数量榜首位置。受到缅北局势的牵连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泰国一度没能守住榜首位置，不过依旧高居前列。随着2023年9月和2024年1月，泰国政府接连2次调整免签政策，赴泰旅游相关的互联网搜索量再一次暴涨。2023年至今的另一个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中新两国航班还没有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但新加坡一家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国自11月起已经取代泰国登上中国游客计划出境目的地榜首的位置， 17.5% 的游客有前往新加坡的计划。而整个欧洲加起来也才只有 14.3% 的游客选择。曾经的大热门美国如今只剩下 5% 的热度，差点跌出前10之列。中国出境游市场的现状是各个东南亚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中东国家不再小众，欧美国家辉煌不再，西方国家一天不转变心态，西方媒体口中的损失就将持续一天。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
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
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